学们好，学机器人编程做小创客，我是智创起点的 Kevin 老师。今天是我们玩转 LED 灯主题系列课程的第一课，电池点亮 LED 灯。本次课的主要任务呢，是帮助同学们学会在面包板上自主完成规范的布线和简单电路的搭建，通过电池组来点亮 LED 灯。首先，我们来逐个认识一下这节课我们要用到的元器件：电池盒一个，5号电池4节 ，LED 灯一个，电阻一个，跳线2根，面包板1块。电池是电路中电力能量的来源，这里我们用到的是生活中最常用的5号电池。单个电池能够提供稳定的 1.5 伏的电压输出。电池的两端呢分正负极，突出的一端是正极，扁平的一端是负极。电流呢是从正极流出，从负极流回。我们将4个电池按照电池盒里面正负极的指引装入电池盒，串接成一个电池组，这样电池组就能够提供稳定的6伏电压的输出了。现在我们生活中主流的照明灯具基本上都是 LED 灯了。LED 灯的优点是亮度高，能耗小，寿命长，能发各种颜色的光。好，现在我手上呢就有红、黄、蓝、绿4种颜色的 LED 灯，各一个。好，我们随便拿一个 LED 灯来就近观察，发现呢它有2个端角，方便插入到面包板内。端角呢有长有短，长的端角呢连接到电源的正极方向，短的端角呢连接到电源的负极方向，千万不能接反。如果接反，后果就是灯不亮。由于呢 LED 灯自身的电阻较小，通常使用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都会串接一个限流电阻来进行保护，避免由于电流过大而将 LED 灯烧坏。电阻是什么？顾名思义，对电流有阻碍的作用。电阻越大，电流就越小。电阻越小，电流呢就越大。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电阻的样子啊。电阻呢，它也有2个端角，而且2个端角的长度呢是一样长的，因为电阻呢，它2个端角呢不区分正负极。我们再观察一下。电阻的表面是不是有一些色环呢？电阻呢，它正是通过这些色环呢来标识它的大小和规格的。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如何通过这些色环来认出电阻的规格大小。首先呢，我们要看一看最旁边的2条色环是不是有金色或者银色，有的话，我们就要把金色或者银色的色环呢放到最右边。如果呢2条边色环呢都没有金色或者银色，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比较2条边色环和它们的相邻色环之间距离的疏密，其中呢距离较疏的边色环我们要把它放到最右边。确定了色环的左右顺序后呢，就可以确定每条色环的含义了。4色环电阻从左到右，其中前2条代表数字，第3条呢代表倍率，第4条呢代表允许误差率。5色环电阻呢从左到右，前3条呢代表数字，第4条呢代表倍率，第5条呢代表允许误差率。好，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4色环的电阻啊。由于呢最边色环呢有金色环，很容易我们就确定了
这个射环的左右顺序了。金射环呢，我们要放在最右边，从左到右，第一环呢是棕色，代表数值1；第二环呢是黑色，代表数值0；第三环呢是红色，代表倍率呢100；第四环呢是金色，代表允许误差率是5%。所以最后我们读出来的结果呢，就应该是10乘以100等于1000欧姆，允许5%的误差。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识别一下这个5射环的电阻。由于呢2条边射环里面呢都没有金色或者银色，我们只能根据最边射环与相邻射环的距离疏密来判断左右顺序。显然棕色射环呢，它与它的相邻射环之间的距离呢较疏，应该放在最右边。这样从左到右，第一射环和第二射环呢都是红色，代表的数字22；第三环呢是黑色，代表的数字0；第四环呢也是黑色，它代表的倍率乘以1；第五环呢是棕色，代表的允许误差率呢是1%。所以最后读出来的结果呢，就应该是220乘以1，也就是220欧姆，允许1%的误差。跳线的主要作用就是连接，形成通路，把面包板、主板和各种元器件的端口和端角连接在一起。杜邦跳线的两端呢各有一个接口，接口的类型呢分为2种：公头、母头。我们一般呢根据呢杜邦线两端接口的不同呢，将它分为了3种类型。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黄色的杜邦线就是公对母的杜邦线，中间红色的这个呢就是公对公的杜邦线，右边绿色的这个呢就是母对母的杜邦线。我们一般会根据不同的需求呢来选用不同的杜邦跳线。面包板作为我们电路布线的核心元器件，非常重要。我们先来看看面包板的由来和演变。上个世纪真空管电路时代，电子工程师们通过螺丝和钉子将体积较大的电路元器件固定在切面包的木板上，通过电线的焊接来进行连接，形成电路。承载电路的面包板名字就这样被沿用至今。那个年代稍微复杂一点的电路都采用绕线连接，大家可以从图片看到，电路的搭建会显得非常的杂乱，而且需要进行焊接。再看看今天的面包板，一插拔，免焊接，元器件可以重复使用，大大提高了电子工程师的工作效率。好，我现在手上呢就有一块丸状 LED 灯套接中的400孔面包板。首先我们来看看面包板的正面，它布满了针孔状的插孔，分为2个区域。中间这个区域呢是元器件的区域，两边呢是电源轨区域。元器件区域呢有30行，用1到30的数字标识，有10列，用 A 到 J 的字母标识。电源轨区域呢有4列，分别标识了红色的加和蓝色的减，分别代表着接入电源的正极和负极。好，我们把面包板拆下来之后呢，看到了它的内部结构。它内部呢有金属条把针孔连通了。连通的逻辑呢，从形状上来看呢，像梯子。两边的电源轨呢，它是纵向连通的，而中间的元器件区域呢，它是横向连通的。细看，电源轨从上到下纵向连通，横向之间是没有连接关系，而元器件同一行 A 到 E、F 到 J 之间是连通的，纵向呢没有连通关系，而且横向的连通在第5列 E 和第6列 F 之间
又是打断的。现在我们可以小结一下面包板搭建电路的优点：一、免焊接，只需要跳线连接，节省时间和费用，效率也得到了大大的提升。第二点，更直观，更容易看清楚电路的设计思路和逻辑。第三，更容易调整，元器件的更换和跳线的调整更加轻松，方便我们变更设计的思路和方案。在学习了本次课要用到的所有的元器件后，我们现在就回到了本次课的任务：点亮 LED 灯的电路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首先，我们要有电源，这里呢，我们是用电池组来承担电源的角色。第二，我们的电路呢要形成一个闭合的回路，实现电流从电池组的正极流出，从电池组的负极流回。第三，我们元器件的正负极的连接方向要正确，这里主要指的是电池组和 LED 灯的正负极连接。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否则我们就无法点亮我们的 LED 灯。在正式搭建电路前，我们先要解决三个关键问题。第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元器件插入面包板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什么？第一，元器件一般插在面包板中间元器件的区域。第二，引脚的插入要确保牢靠，避免因为接触不良导致断路。第三，同一元器件的两个引脚插入后，不能因为面包板的内部的连通而发生短路。其实呢，也就是避免元器件的两个引脚插入到面包板元器件半区内的同一行，像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要避免的。下面有元器件插入面包板7种情况的示例，请同学们自己判断一下哪些插法是错误的。现在我们公布答案，其中1、2、4、7是正确的插法，3、5、6是错误的插法。你做对了吗？电路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不同的元器件的端角需要连接在一起，这就引出了我们搭建电路时的第二个关键问题：将不同元器件的端角连接在一起该如何操作？现在我的手上呢就有一个电阻和一个 LED 灯。如果我想将电阻的其中一个端角和 LED 灯的负极端角连接在一起，我该如何进行搭建呢？有2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我们先将 LED 灯插入面包板，其中 LED 灯的负极端口在左半区的第18行，然后我们将电阻希望和 LED 灯负极相连的那个端角也插入到左半区的第18行。因为面包板同一半区的同一行，它的内部是相通的，这样我们就实现了 LED 灯的负极端角和电阻的其中一个端角的相连相通。第二种办法，我们将 LED 灯和电阻插入面包板，我们观察到 LED 灯的负极端角仍然在第18行，而电阻的希望相连的那个端角在第24行。然后我们通过一个跳线，将跳线的其中一端插入左半区的第18行，另一端插入左半区的第24行，这样也可以实现将 LED 灯的负极端角和我们电阻的其中一个端角实现互联互通。由于 Arduino 主板上的电源输出端口有限，如果有多个元器件它需要供电，
用元器件的正负极直连 Arduino 主板上的供电端口，就会遇到端口不够用的情况。这就引出了我们搭建电路的第3个关键问题：如何实现电源的统一导入、统一供电和统一接地。第一步，电源的集中导入，将 Arduino 主板上的供电正负极通过跳线集中引入到面包板的电源轨上。电源的正负极供电端口在电源轨上一下得到了极大的扩充。第二步，统一供电和接地。很多元器件都有连接电源正负极的需求。现在呢，我就在面包板上搭建了一个 LED 灯和电阻的串联电路，演示给大家如何从电源轨上去取电和接地。选用跳线时，我们注意选择正确的颜色。为了方便识别，连电源轨正极的跳线，我们一般选择红色线；连电源轨负极的跳线，我一般选择黑色线。信号线一般用其他颜色的线。选择颜色的原则就是为了方便区分。现在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练习任务。电池点亮 LED 灯。这个任务我们要用到的元器件包括面包板1块、LED 灯1个、电池盒1个、5号电池4个、线流电子220欧姆1个、跳线若干。任务的要求呢有3点。第一点，按照电路图的要求来搭建电路，点亮 LED 灯。第二点，线流电阻要串接 LED 灯进行保护，避免烧坏 LED 灯。第3点，布线要符合规范，线路有序整齐，电源要集中导入和统一取电接地，不能有断路和短路。好，首先呢，我们要确保我们的电池盒的开关打在 OFF 上面，然后我们将4节5号电池按照电池盒里面正负极的指引装入电池盒。形成了一个电池组。然后呢，我们再将电池盒的电源线插入面包板的电源轨上面，其中红色的电源线插入电源轨的正极，黑色的电源线插入面包板的负极。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电源的集中导入。然后呢，我们再将 LED 灯插入面包板。插入时注意 LED 灯的2个端角不能形成短路。然后再将电阻插入面包板和我们的 LED 灯形成一个串联关系。然后呢，我们再用一根红色的镀扳跳线将 LED 灯的正极和我们的电源轨的正极连接在一起，实现了电源的接入。然后呢，再用一根黑色的跳线将电阻的另外一个端角和我们的电源轨的负极连接在一起，实现了接地。这样我们整个电路就搭建完成了。最后呢，我们合上电池组的开关，看一下我们的 LED 灯能否被点亮。OK， 我成功了。本次课我们已经搭建完成了我们的第1个电路，并点亮了 LED 灯。
现在你对面包板、电阻、LED 灯以及电路是不是建立了最基本的认识和体验？下次课我们就将进一步学习电路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和基本的搭建。好了，本次课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对我们的课程内容感兴趣，请点击视频右下方红色的订阅按钮。订阅后点击小铃铛选择全部，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频道所有的通知。离开前也别忘了点下赞，点下分享给你的同学或朋友，让他们一起来学习使用 Arduino 来玩转 LED 灯。